我可以点一瓶啤酒。点呀。我昨天喝酒跟 AI 聊天儿。聊啥了？干了，很随意。我昨天想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话题，秩序，关于秩序。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宇宙里面是有秩序的，有规律性的去运转。比如说一个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是有公转自转来去围绕这个轨道来去运转的，它们不会相碰撞。包括我们所有的空间里面，包括我们的生命、动物、人类都是有秩序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长了2只眼睛、2个耳朵、2个鼻孔、嘴巴，它都是一个看似有秩序的方式的去长。为什么我不这长一个，这长一个，这长一个，而偏偏长了一个对称性？由此可以得出来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人类会去把一些看似无秩序的东西，把它变成有秩序，然后呢，就通过我们人类所利用。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木头，一块树砍下来，然后木头削干净，然后把它拼成4个团，放一个面板在上面，削干净，它就成了一张桌子，因为它有个支点嘛，有个立点。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是有秩序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可能是存在所谓真正的造物主来造我们，把我们无秩序变得有秩序。新概念。哇哦，有道理，有道理。这个新概念我赞同。其实就是把这些有秩序的东西，就是利用起来，让人类方便了。对。但是我昨天就想到一个问题，你说就是造物主造这些都是有它的目的的，因为他觉得我们可能会用到。对。那为什么造物主会造出蜘蛛这种物种？对于造物来说，就是首先造物主的概念，我是有两层逻辑体系，就是它可能用逻辑来讲的话，它都能说得通。第一种就是之前我聊过那个关于人类可能是癌细胞这个概念，就是如果说造物主造我们，他一定是需要我们，他需要我们才能造我们。另一个道理，我们有可能对于造物主来说是既比造物主强，但是他也可以说灭就灭掉我们。就像我们造了一把刀，它可以用来切水果、切黄瓜。但是我们人的手是无法切那么干净的，所以我们要造东西嘛。那证明这个刀是不是在某一个程度上，它比我们人类要厉害，对吧？那同样的，造物主造我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能造出刀子来，但是我们也能毁掉这把刀，对吧？所以造物主也是一样造的。那第一层逻辑就是，我们是一种不干净的一种意识或灵魂，他把这个灵魂摘出来之后，丢到了所谓的地球上。给了我们一具肉身，然后那这具肉身呢，我们在我们的肉身里面不断的去轮回，这个轮回的过程在不断的净化我们的灵魂。当我们净化到完整之后，就可以脱离开六道，回归到造物主的本体上，那我们的灵魂就变干净了，这就是他所需要的。那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存在是有功效的，是他所需要我们。这是第一层概念。第二种假设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一个虚空概念嘛，造物主。那他想要实体，他造了一个世界出来，然后他每天把自己投身在于任何一个人的意识里，然后去过不同的生活。那这个概念就意味着他无所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也无所谓动物的概念。比如说，那你说造物主造好人坏人，好人坏人谁定义的？是人自己定义的，但他不是造物主定义的，对吧？我们死亡，原子不会消失；我们繁衍，生命也不会增加原子。这个概念就很恐怖。原子不会增加，它也不会减少，所以我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种假设指的就是，我觉得，我昨天晚上想的逻辑是，我觉得最能说得通的还是我觉得第一种假设，因为它需要的是计划，所以它才会有格式化。比如说，假设我们人类的意识是一个 U 盘，我现在插在了这个人身上。我让你过完了这一生，比如说80年，这80年里面，你储存完所有的知识、记忆、意识，然后你储存完这些意识之后，最后你失败了，你没有得到进化，那我就把你这份格式化，然后你就死了，我就插在另一个人脑袋里，但是这就意味着所谓的你死了，有新的人就出生一样，我插了一个新的出生的这个 baby 身上，但是我已经把你 U 盘格式化了，也就是说你这个 U 盘是空的，我再插另一个身上，那它就可以增长新的意识，这就是所谓的原子不会消失，但是意识却不断的在轮回。我给他总结一下，浅显易懂，你看这对我总结的。你的2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存在是造物者在做化疗，可以这么说。然后第2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人类存在是造物者在看动画片了，画了一个动画片。
对，可以。精准吗？精准不精准？你是这这两种概念呢，我还是觉得第一种概念动物园做化疗这个概念会更符合逻辑。所以我第二个假设没有第一个假设有说服的原因，是因为如果第二个假设他只是想看动画片，那他造出人来，他其实只能造一个地球就好了，他不需要去造一个这么复杂的宇宙。如果按照第一种假设的话，宇宙是存在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它需要一层一层的进化。一层一层的改变。我想问一下，那个美男是什么？给哥点个美男。